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一根野鸡灵封神，张凌赫古装造型获央视新闻点赞，造型重达40至50斤。2026年3月26日，央视新闻官方发文，直接点名表扬了张凌赫在电视剧《竹语》里的造型。文章特别提到他饰演的武安侯谢征头戴雉尾翎紫金冠的造型，说这个设计融合了传统戏曲美学和角色气质，成了官方认可的文化出圈案例。央视评价这个造型展现了气韵生动的东方美学，还成了两岸同胞在共同文化记忆中心意相通的载体。这个引发全网热议的造型，最初并不是剧组原定的设计方案。张凌赫在定妆阶段主动向导演曾庆杰提了这个想法。他和导演都是游戏爱好者，从游戏里武将造型的视觉张力得到启发，觉得加上雉鸡灵会很有气势。为了确保文化使用的准确性，他提出想法后专门去查了史料，确认雉鸡灵在古代象征的是凯旋将军，并不是吕布或者孙悟空这些特定人物的专属符号。这个创意最后被剧组采纳了。服饰史学家、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强后来解读了这个造型。他说，剧中谢征的雉尾翎造型属于戏曲戏服范畴，在传统戏曲里常见于吕布、穆桂英这些角色，西游题材里则多用于孙悟空形象。所谓的翎子，就是插在盔帽上的两根雉鸡长尾羽，长度一般在 1.5 米到2米之间。演员可以通过舞动翎子来展现身段和情绪，通常用来塑造英武、勇猛、剽悍的角色形象。汉代武官就流行用雉鸡翎做冠饰，用这个来象征勇武和战功。实际拍摄的时候，这个造型对演员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雉鸡翎头冠用的是金属底座固定，再加上两根超长的雉尾翎，本身就有一定重量。它还要搭配一套真盔甲，那套铠甲重达40到50斤。全部装备穿在身上，重量主要集中在头颈部。张凌赫在定妆的时候就忍不住说好重啊。拍摄间隙的花絮里也能看到他偷偷扶头或者下意识歪脖子的画面。有工作人员透露，拍打戏和策马这些高强度戏份时，他既要控制肢体平衡，保证动作流畅，又要时刻维持头冠不歪，翎羽不乱，经常一场戏拍完脖子酸得抬不起来。为了演好谢征这个角色，张凌赫还做了其他准备。他提前半年开始系统性健身增重，加强核心力量训练，就为了能驾驭那套沉重的盔甲。他说，初期穿戴盔甲的时候行动艰难，呼吸都不太顺畅。剧中谢征有从病弱赘婿到铁血将军的转变，为了演出前期的清瘦感，他又特意减了15斤体重。这个造型在剧集播出后迅速出圈，微博上出现了一家一个武安侯的玩梗热潮，网友们用各种方式模仿谢征的雉鸡翎造型，有人给宠物打扮，有人用日常物件创意演绎。相关话题的单日阅读量突破了 6.8 亿，讨论量超过120万。抖音上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累计达到18亿，央视原视频的转发量超过200万。中国丝绸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些文博机构的官方账号也下场转发科普。同时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一部分观众调侃张凌赫在战场戏里的妆容过于精致，戏称他是粉底液将军，觉得造型少了战场该有的粗粝感和真实感。有人拿他和何润东版项羽这些经典武将形象做对比，讨论古偶剧审美和历史逻辑的平衡问题。不过新华社、光明日报这些主流媒体都对竹语展现的东方美学和文化传承给予了肯定。这部剧在台湾地区也引起了热议。
2026年3月25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大陆电视剧《逐玉》在台湾引发讨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的影视剧能够不断在台湾热播，受到岛内观众喜爱，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脉和归属。看了剧，自然而然就会对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是任何人都割裂不断的。《逐玉》这部剧融入的传统文化元素不止雉鸡灵这一样。根据央视的报道，剧里还巧妙融入了秦腔、皮影戏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皮影戏被用来隐喻女主的命运轨迹，川渝本土的美食呈现则贴合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女主人设还参考了明末女将军秦良玉的历史原型。张凌赫在采访中谈到过对这个造型的理解。他说，雉鸡灵的设计不仅是为了视觉上的好看，更是想通过这个传统符号来强化谢征战神归位的叙事内核。他参与调整了灵羽的弧度和插管位置，要求动态拍摄的时候长翎要向后飘飞，而不是向两侧散开。这样能增强策马冲锋时的凌厉感。尽管实物很沉重，但通过力学设计减少了动作限制。剧集播出后，这个造型成了逐玉国际传播的核心视觉符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双平台联播，热度都破了1万，海外还登上了 Netflix 泰国榜，成了首部打入日韩主流市场的国产古偶剧。二创内容大量涌现。有网友总结这个造型的魅力在于玉面染血仍眼神坚毅的破碎感，搭配张凌赫190厘米身形带来的压迫性气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被披露出来。横店拍摄期间遇到极寒天气，张凌赫坚持亲身上阵，导致过冻伤。有次马匹失控，他紧急拽缰绳避让路人。部分高危动作镜头用了绿幕合成或者道具马拍摄特写近景，但全景策马戏份都是他亲自完成的。武术指导说过，在40斤甲胄下还能流畅地挥动长戟，已经算是体能奇迹了。关于骑马戏的争议，粉丝澄清过一些情况。张凌赫身高190厘米，在无负重的情况下可以独立完成单手上马动作。但穿着40至50斤盔甲时，为了安全需要威亚辅助上马，结果腋下被勒伤过。他本人回应说，骑马骑多了就掌握了技巧，剧中骑术要求限于控马基础和简单动作。这个案例也引发了一些行业讨论。当轻量化道具甲已经普及的时候，逐玉剧组坚持采用真金属锻造盔甲，虽然导致演员日均虚脱数次，但换来了兵器碰撞的火星、甲片磨损的划痕，这些数字特效很难完全复制的真实感。有评论认为，这个造型的成功在于它不是简单堆砌传统元素，而是理解了灵子背后的文化寓意，把勇武、气场这些内核和角色结合起来了。张凌赫的理工科背景也被提到过，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专业毕业的。业内有人认为这个背景帮助了他分析动作逻辑。他在表演中即兴设计过一些细节，比如吊马后闻言告白的那场戏，他设计了双手微颤、凝视这些细节，用来传递从愧疚到坚定的情绪转变。造型出圈后，张凌赫个人社交媒体账号3天涨粉超过80万，个人超话活跃度冲进了内娱前3。他成了2026年开春以来热度断层最高的男演员之一。有数据显示，相关骑马镜头推动逐玉成为爱奇艺、腾讯首部双平台热度破万的联播剧。对于粉底液将军的调侃，剧组和粉丝有过澄清。他们说张凌赫的冷白皮是天生的，剧中没有刻意涂黑扮糙。是因为原著小说里对谢征的形容就是面若冠玉，目似韩星俊美，无愁容颜俊美，好似玉客，所以不需要刻意改变肤色来迎合传统的武将形象。
这个造型从提出到落实的过程，体现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演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造型设计，而是主动参与进来，从文化考据到细节优化都深度介入。张凌赫查史料确认雉鸡灵象征意义这个行为，被一些评论看作年轻演员文化自觉的表现。剧集在台湾的热播情况也有具体数据。国台办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提到，大陆影视剧能不断在台湾热播，说明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脉和归属。这种通过共同文化记忆产生的共鸣，成了连接两岸观众的情感纽带。拍摄花絮里还记录了一些片场趣事。有场戏是田曦薇背张凌赫奔跑，他调侃说我有200斤，结果被对方笑着对了一句买保险了吗？这种互动反衬了田曦薇角色的力量感，也展现了片场轻松的一面。关于盔甲重量的具体数字，不同来源的说法基本一致。基础盔甲重40斤，约18公斤，部分战斗场景叠加兵器后，总负重能突破60斤。张凌赫在采访中直言，盔甲特别重，没有力量根本举不起来。为了提前适应，他在家里搭建了健身房进行核心训练。雉鸡灵在戏曲中的应用规则也被详细解释过。在传统戏曲里，庄严正统的人物和文职官员一般不插翎子，带翎子的多是英俊勇武的青年将帅、武艺高强的女将、少数民族将领、起义英雄、神话角色这些非正统王朝的武将。比如李世民不插翎，李克用插翎，岳云不插翎，陆文龙插翎。杨延辉在杨家将李是大宋武将，不插翎，到了四郎探母成了番邦驸马就的插翎。这个造型引发的模仿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网友们不仅模仿造型，还衍生出各种二创内容，包括绘画、短视频、段子等多种形式。有网友把宠物打扮成将军样子，头上插2根自制翎羽拍照发到网上。这种自发传播让传统戏曲元素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进入了更多年轻人的视野。张凌赫在杀青后表达过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他说有点舍不得，觉得没拍够，尤其享受带领千军万马的打戏带来的热血感。盔甲造型和战场戏的沉浸体验让他杀青后仍意犹未尽。他认为谢峥的偏执行为源于渴望被唯一选择的不安全感，这种角色内核的礼节也体现在了他的表演细节里。剧集融入的秦腔元素也有具体呈现，秦腔唱段被用在一些关键场景里，用来烘托气氛和表达人物情感。皮影戏则被用来隐喻女主角樊长玉的命运轨迹。这种非遗元素的运用不是简单的背景装饰，而是和叙事结合在了一起。央视新闻的发文时间是2026年3月26日，这个时间节点很明确。文章指出，竹玉巧妙地将雉尾翎、秦腔、皮影戏等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剧中，把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来自国家级媒体的肯定，让之前关于造型是否碰瓷吕布或孙悟空的争论有了一个官方的结论。张凌赫为角色做的准备工作不止增重减重这些，他还研究了古代武将的仪态和动作逻辑，试图在表演中还原出少年将军该有的挺拔感和凌厉气场。190厘米的身高在穿上盔甲后确实增强了视觉上的压迫感，但同时也带来了平衡控制上的难度，尤其是头戴雉鸡翎头冠的时候。雉鸡翎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它源自古代武将的荷官，和鸟好斗，寓意斗死方休的武士精神。汉代军功制度里，凯旋的将领会用雉鸡翎装饰帽盔，这既是对勇武的表彰，也是地位的象征。剧中谢峥恢复武安侯身份，重返军营的场景，用上这个造型确实贴合了战神归位的叙事设定。拍摄期间正值横店的冬季，气温很低，
金属盔甲导热块，在零下环境中穿着就像贴着一层冰壳，冻伤风险很大。但打戏运动量大，内衫很快会被汗湿，形成冷热交替的体感煎熬。张凌赫在雪地策马的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拍完一场戏，经常需要工作人员帮忙按摩肩颈，缓解酸痛。关于造型的文化准确性，张凌赫查阅史料，这个行为被多次强调。他确认雉鸡翎是凯旋将军的通用象征，不是特定人物专属，这就避免了文化误读的可能。这种严谨态度得到了服饰史学家的认可，也成了这个造型能够获得官方肯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剧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有具体数据，除了登上 Netflix 泰国榜，在日本和韩国的主流视频平台也进入了热播榜前列。雉鸡翎造型成了国际观众认识这部剧的视觉符号，相关截图和动图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有评论认为，这种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说明传统文化符号经过恰当转化后，完全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产生广泛的共鸣。